故事要说回2017年的时候，我当年才21岁，那时候我想要换我人生中第2辆车，我的朋友就买了一辆车，然后就把它丢给我，驾了2天，赌我啊，叫我买。我很喜欢这辆车的，只是说我怕车龄大概10年，我没有这个勇气去买，因为我怕要修车啦，很多钱啊什么的。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2手的 Camry 5年车。现在2023年呢，说回来有点后悔啊，没有买到这台车。买到朋友就赚到，因为它2手价实在是太好了，然后加上这辆车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好修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它的同一个年份比宝马E90啊的价钱还来得更高 ，Lexus IS 250 XE 20，踩完。哇靠！喂，有力喂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， 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， 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来试驾系列啦。今天呢，我身后面有一辆 Lexus IS 250 XE 20，也就是说它是第2代的。这辆车是一个 Japan Spec， 也就是说当年日本人大概开了2、3年之后啊，然后卖掉，然后进口来到马来西亚的。在日本里面当年是最高配的，它叫做 Version L， 它拥有着所有的最高安全配备，比如说有10颗安全气囊，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是10颗安全气囊。至于它的喇叭呢，是Pioneer原装的，它是有大概12粒喇叭，可惜啊，它是没有 Mark Levinson 啊，因为 Mark Levinson 对我们家 Lexus 的人来讲呢，是一个高级音响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个比较流行在 UK 那一带，但是在日本车这里就比较少啦。最主要它的内饰里面都不是皮革座椅，那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啦。那今天我们来见见一下车主伟鸿。Hello， 伟鸿在我影片出现了好像有4次哦，这是第4次，对吧？第4。之前带了很多车给我们观众看啊，最近很多人敲完就说，哎，你是要拍伟鸿的 IS 250，因为他的 IS 250是相当出名的。我认识他，其实在他的 YouTube 看啊，你叫这辆车在乌鲁亚也好的，真是叫他出神入化。这辆车是2010年 facelift model 啦。那怎么分是 facelift model 呢？我们通常是看的赛米热是吧赛米热新的。新的。然后它的仪表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加上它的字体是打直的，对，也做了一些小改装。非常喜欢它的车的声音，就是 GTR 声，因为 V6 就真的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要求大家点个赞分享，因为这辆车在马来西亚很少人去拍摄去介绍，所以我希望呢，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你们可以多多 share 给你们朋友，想买车的人呢，也不妨可以考虑这一台车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记得也订阅一下啦，好吧？话不多说，我们去看车啦 ，Let's go。第2代的 IS 呢，它总共有分为几种引擎选择。IS 250代表它是2.5公升的 V6 引擎啦，如果是 IS 300的话呢，是3.0公升 V6 引擎。IS 350呢，3.5公升的 V6 引擎。最后还有一个 ISF 5.0公升 V8 引擎的，它的外形差不多的，只是说它有宽体啊这样子，然后里面的仪表不一样啊，大致上都差不多的哈。那辆车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在马来西亚拥有哦，真的是稀有，多数马来西亚卖的是 IS 250的，这里很少有 IS 350的，因为马来西亚入税啊。很多人觉得很贵。当年推出的时候是2006年，迟了宝马E90呢2年来推出的。它当年的外形呢、配备或者内饰来讲，其实远远都比E90还来得更好看。也是为什么到现在2手价钱呢会比E90来得更高，维修率也不怎么样，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好修的。有无钥匙进入、无钥匙启动，哇，后面这个很重哦，没有什么力啊，那个 spring 哈。据说这个底盘呢跟 Mark X 还有 Toyota Crown 是一样的，引擎啊那些也是用这一样的。你问我
会选择 IS 比较多。Mark X 的话，它的样子呢比较成熟 ，IS 的话会看得比较年轻化，然后也比较运动化，加上轴距会比 Mark X 来的短一点点，大概2730mm，Mark X 呢2850mm，轴短了大概120mm 的这个轴距，尾箱空间肯定是比 Mark X 来的小哈。Lexus 就是 Lexus， 不管是它的内饰用料啊、底盘、车身重量都会比 Mark X 来的重哈。Mark X 大概1500公斤，这辆车大概1600公斤，大家都是后驱车。后驱车它有后驱车的驾驶乐趣，唯一一个让这辆车看得比较帅气的一点就是，想当年日本车很少有这种切线，也就是为什么造成了看到这辆车比较有肌肉感，到现在也是相当的耐看。同一个年份的车，宝马E90还是这辆，我选这辆，讲真的哈。那当我一靠近这辆车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下面这里有一个灯在亮着啦 ，Facelift 这里有一个 Signal 灯，有无钥匙进入哈。打开车门之后，side mirror 会打开。你看到我在开门关门的声音，挤手了一下的。诶，它按了一个门吧我。对，你进里面再按多一次。哦，要这样的。不然就用锁匙再按多一次啊。再按多一次。哦，才能打开所有的门。哎，这个也是蛮安全的。里面这里的话都是绒布的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种。虽然久久要洗一次，但是它至少不会像皮革这样会花啦、会爆啦。内饰全黑哦。IS 有分为几种啦，有米色的皮革，上面黑色内饰，下面米色的，或者是 UK Spec 通常都是白色的。那你要想象这辆车是2006年当年推出的这个配置哦，你看一下这个内饰多好看。这个是后期 facelift 才会有啦，以前是很多按钮这样子的，但是也是这么大副。没关系，可以后期升级哦。然后 CD 可以放，还可以放 cassette， 有一个烟头，这里还有一个置杯架。这置杯架很小，讲真的，你可以放一个 can 吧。哎，还可以 adjust 开。这辆车当你打着引擎的时候，有一个仪式感，就是当你踩 brake and start。有看到它的那个方向盘吗？会自动出来的，有没有？这辆车比 Mark X 来的更高级，就是它的方向盘是电动调整。当年这个年代，E90、宝马 C Class 都不会给这个哦。但我很喜欢它的质感，就是它的挡挂，可以换挡拨片。它6速的自排啦，但是它会有这个 sequential 的 pedal shift， 它不是 fully manual 哦，你看到吗？如果放在6的话呢，它会在1、2、3、4、5、6的这个列排回1、2、3、4啊，对不对？3，但是你可以当着它 semi auto 这样子用啦。然后它的脚刹是在这边，你听一下那个声音哦，真的是当年的 Camry 也是会用的这个，但是到我那一代的 Camry XV50的话，就好像 cut cost 用的没有这么好的。Auto headlamp， 我们开一下头灯哦 ，Auto wiper， 还有 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， 还有一个天窗，这个天窗我就不打开了啦。当年不是很流行全景天窗，哇，还有包着纸袋的伟鸿，还有舍不得拆啊。哇，他的车当时一买就是有了的哦，不舍得拆。哦，这辆车哦，当年是 LED 的哦，你看，06年的当年的车哦，还有一个 SOS button， 这个 SOS 是Malaysia没有的用了的啦。这边还有一个 traction off， 还有 power、ECD， 还有 snow， 仪表上面也会显示着啦。ECD power 就是它的变速会比较快一点，油门可能会敏感一点点，其实没有太大作用。Snow 可能是2档起步，在雪地模式啦。侧门这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哈，你可以把它扩展啊，空间不算大啦，你要放大屏纸 ，so sorry man。3项的记忆座椅那边也是有啊，双边的，这些都是大很关心的按键，我们不讲了。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哦。我跟你讲啊，大10多20年以来哦，这些窗啊都不会坏的，跟你讲哈，真的。这是调整它的仪表亮度，这个呢就是调整你的仪表的设置啦。这个仪表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点呢，就是你可以设置，当你在几千转的时候，它会发出橙色的灯在框那边；到红线的话，可能红灯。左边的那个时速也是一样，到了时速多少就会变橙色，到了时速多少就可以变红色，这是可以自定义的哦。我们来听一下 V6 的声音啊。看到吗？橙色有没有？油盖，尾箱打开引擎盖。这辆车 Version L 是最高配的，是有 Aluminium pedals， 这里还有一个 footrest， 看到吧？但是很可惜，这辆车不像 Mark X， 它有风琴式踏板。哎呦！后座空间，这辆车来讲是比较小啦。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，我身高173，大概是没有什么腿部空间了的。这个就是 IS 跟 Mark X 的差别。Mark X 的后座空间会比较大，但是视野空间是很好的啊。那个窗很大啦，也不会很容易晕车啦。这里还有喇叭啦，还有一个手把啦。门这里就没有杯架，但是因为被喇叭盖着了。但是你有中央扶手啊，这中央扶手很重，很有质感。哎呀！中央扶手都没有的放杯呀、哎呦，
有啦，这边啊，看到吗？要不然你就没有地方好放杯了。由于后驱车后面鼓起的面积很大，还有冷气出风口哦。LED 灯看到吗？它是06年也是有的哦，有个挂钩。这辆车的排气管从中鼓到尾鼓都有换过，没有 on off valve 的啦。那至少呢，它是有 GTR 声音出来哦，因为是 V6嘛，所以 start 车的时候就有那个啊嘞嘞嘞嘞的声音嘛。一踩油的时候，那个嗡的声音很澎湃、很雄伟。exhaust pipe 的 tip 呢大概4寸，我的一个拳头大，高度呢大概1根手指，不到1根手指啦。那它是用着 BCV One 的 adjustable camber kit， 所以你有开 camber 啥伟鸿？前面有开一点点吧，1点多左右罢了。有 Yokohama Flava V701的轮胎，245/40R18，这是后面哦 Japan Design 的一个 Rota。它后面有刹车卡钳，但是没有刹车通风节，这是原装的。all the way 9气哦，当然是可以打95啦，但是伟鸿就一路来都是养它9气。它前面比较高一点啊，大概2个手指，也是18寸的轮圈，225/40R18。原装刹车卡钳是 Singapore 的，除非你买到小改款第3代的，它才会有 Sport， 那个才会有自带式活塞刹车卡钳的。伟鸿就去买了 Advix 的 Plug and Play 进去，没有错的话呢，这辆车 Facelift 是用 Advix 的 ，Pre Facelift 呢它是用 Sumitomo， 用这 Project Mil 的刹车皮。头灯是原装是 AFS， 头灯会跟着你的方向盘摆左摆右，还有自动调低上下。但是那个车头灯就很旧了哦。有人说一个人漂不漂亮或者帅不帅，那个眼睛是非常关键的。那这辆车也是一样啦。后期改装的这个头灯呢，大概市面上好像是卖2000块吧。啊，就有一个 Nike 的日行灯啊，然后还有3粒 projector， 2个是近光灯，然后这个是远光灯。哇，晚上看很帅气哦，真的。哦，有油压顶杆哦，肯定是要有的嘛，对不对？贵车就是贵车，怎么盖着？2.5公升的 V6 引擎，大号为 4GRFSE， 大概204匹马力，还有260个 torque 左右啦。虽然这个动力数据呢，对现在的很多2.0公升的 turbo 车来说，sub 水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还是喜欢这种 V6 的声音，很顺，坐在车里面很顺，没有什么余震，而且它的引擎哦，我敢说，我放一罐水在这边，你也不会看到它有震动的。但是马来西亚我看到有人下弯街哦，直列6缸，2.5公升涡轮增压引擎哦，真的不简单。好啦，原装车啊，它是配上这个6速自动变速箱，这辆车 remap 了哦，是 by JC Racing 的，然后也 Speed Cut Remove。尾后有说它最高时速有跑超过250啦。OK， 我们去试驾啦 ，Let's go。我在想象的，如果这是我的车，我的手机要放哪里嘞？这边又放不到，这边又放这样啊，好像有一点难哦，有点难哦。啊，这边扩展放这个，就这样了。哇，你看那个锁了一下那个挡挂。有自动锁门吗？有。一上手的话，你这辆车会觉得很明显跟一般的Toyota都不一样哦，你感觉到整个底盘都很扎实哦，真的，这不是我开玩笑，你们可以去试驾一下。你一上手，当你在踩油门那一刹那，哦，这辆车的底盘真的是很好。我驾过 Mark X 的人啊，我不是讲 Mark X 不好啦，但是 Mark X 哦，感觉到不管是我心理作用还是什么，我感觉到 Mark X 的底盘好像Toyota这样哦。这个 Lexus 就是 Lexus， 好像作为一个欧洲车的感觉，那个性格全部在这边。然后油门踩的那方面呢，是很像Toyota啦，真的。它起步啊，你要顺也可以，你要暴力也可以。这辆车在时速慢的时候呢，你会感觉到这没有什么力这样哦。真正它的精髓是在它的高转的呢，你会感觉到那辆车真正的晋升了起来。当年它跟宝马190呢的时候呢，马来西亚人好像没有什么人会买这辆车哦。所以为什么造成了现在二手价都这么高，就因为很稀有啦。但是你基本上买回来这辆车也没有什么好修理的，是吧？伟鸿，你有修过什么东西吗？收发是没有啦，有修过一次压箱，是因为每次去多给的原因啦。OK。哦，其实它的换挡来讲啊，这6速啊，真的是你要速度也是有的，只是说我比起现代的这个 Toyota 的8AT 啊，不要讲8AT 啦，我讲 Camry 的那个6AT 就好了啦，感觉到它降档那方面还是没有以前好啦。但是 of course， 我看到这辆车在 YouTube 那边哦，有人 remap 了之外，它还有做了那个 ECU 那个 TCU tune 哦，所以也简单来讲，他把那个 ISF 的，因为 ISF 也是8AT 嘛，它不是 DCT 来的8AT，他把那个 TCU 放在这边，哇，它换挡
上 DCT 的感觉去了，然后你退档的时候，它有那种降档补油的 rev mesh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辆车驾出去哦，真的是有 GTR 的那感觉。那个仪表我发现到它不会依着你开了灯之后啊，还会按掉，真的，它是跟着你现在的情况仪表啦来决定它到底是暗还是黑哦，所以。OK， 那伟鸿就把那个 gear position 有的显示啦，所以你永远都知道你在哪一号档，这相当棒一下的。这个刹车很惯性的Toyota一样哦，通常要踩的比较深一点点，它不是一点就有那种感觉。那这辆车有 Bluetooth 吗？伟鸿？没有，它是用 aux cable， 它有 Bluetooth， 但是只可以是打电话罢了，不可以听 multimedia。啊，这样的啊。我觉得买这辆车的人哦，都是喜欢驾驶啦，讲真的，因为宝马不是说驾驶不好，但是我们很怕修，真的是听到哇，人家修了很多啦，花很多钱呢，又怕嘛。那这辆车you know is a Toyota， 机油方面呢，这样的比较多咯，它用大概6.2升是吗？6升左右，6点。6升左右啦，比较多啦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啦 wear and tear 的东西。那它的底盘都是跟 Crown 啊、Mark X 一样的，所以你用的那些底盘的那些共用的吧，也不会很贵，多大的 part 你不用担心。这样子你打9气的话，它可以一缸多少钱？那多少litre你打？我每次是打到55litre、56litre左右。如果去到很空的话，我试过打过60litre。60litre，然后你可以行驶多远呢？这样子？如果 for 市区行驶啦，around 420左右罢了。OK 吗？有420，虽然是吃油一点of course 你 remap 了，加上你又比较重脚的话，对，OK 啦，因为 for 一个1.6吨的车，1600公斤啊，然后我很喜欢就是 Japan spec 咯，放那个新的是在右边，我的朋友那个 UK spec 在左边，新的，然后它的仪表呢就很复杂那种，又有 TM power 又有 MPH， 那这样子是真的是 Japan spec meter。空了到180不了，我很喜欢这个meter真的，它看起来没有这么复杂，很空，然后meter到180，然后180之后你不知道你跑多快了吗？那你就要用 GPS 来看了，就看位置。这边还可以按一个 display button， 你可以切换你现在看的显示气温29度，还可以走261公里，平均油耗为8.6 km/L 啊，对于我的 Camry 来讲是吃油少少啦。我大概9.5 km/L 这个是瞬间燃油啊，这日本制我们会看华语制的，大概都是看得清楚啦，看得明白啦。那通常我们看 gear position， 因为我们要知道它在哪一档 ，TCU 的设置还是比较舒服的哦。看一下这个 ECD power， 这个油门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吧？它油门比较轻好像开有那个 throttle controller 的感觉，档位都没有帮我 lock 着，车身重的关系放在 BCV 都不会觉得很硬。不会。然后你是调到硬的还是软的？中等吧，中上吧，没有什么机会做 passenger seat 的。是啊，很少，少而至少。其实我当年我觉得它最不好的地方是它后面很小真的是比 Mark X 来讲的话啦，是我明明同一个底盘我都不会做这样小。短120mm，可是我不喜欢它那个，你看它4号牙，它会有那个 free play 我是，你看你同一个宝马的话，它不会这样的也是 AT 嘛，大家，但是Toyota tune出来就是这样，所以 maybe 就是要，之前我看过那 video， 它 tune 那个牙枪，那个很美声出来。这样顺驾其实没有什么声音，没有什么声音的，我很喜欢这样的设定真的。你高转的时候声音才出来，那个帅。因为它 Lexus 的隔音太好了。这样也是啦，这样坐后面的人至少也不会烦嘛。你看现在也没有什么轰轰轰这样的声音。我们来听一下 GTR 声音。哎呦，好多。这个没有 rev mesh 的话，我们不是要自己来点一下油门？哇，真的2.5就是2.5，它怎样都会有那个扭力在那边的，你会感觉到低转的时候3000转的时候
真的，我们驾习惯2.0 NA 的车，突然加一个比较大排气的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哈。OK， 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。欠啊，如果没有错的话。我抓到它的降档的那个什么？对，我抓到了，就是要听这样的声音嘛。哎，好很多哎，真的。踩完。哇靠！喂，有力喂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哇，我现在150过这个弯，我还觉得这辆车的很稳哦，真的很稳哦。喂呀，真的不同去耶 bro， 真的不同，真的不同。喂，那个降档是有点慢啊，我是比较 prefer 它像 ISS 那种8AT 那种感觉。对。哇，快哦，那个换挡我还以为它是 DCT， 你知道吗？它升档是没有问题啊，升档是 OK， 就是说降档那方面哈。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车的方向盘的这个设定，小小力的，然后它给到你那种就是很直接的感觉啊，又重呢，在这个高速上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很有信心啦。而油门的话，我发现到一点哦，你从它这样普通的 Toyota Camry 或者 Vios 还是 Altis 啊，会感觉到它的1号档的时候很冲啊，很这个。如果你不会控制油门的人，一般上到 Toyota 你会觉得驾车很冲，乘坐的人是会觉得哇，怎么好像你不会驾车咩？这么这样踩这样大油，其实我们不想要的。而来到 Lexus 这方面呢，尤其是像 IS 跟 ES 啊，我驾过啊，喂。很顺哦，1号档可以很容易控制油门，顺的去啦。1档换2档的时候呢，很顺，真的。它的设定就是给舒服的。喂，120 km/h 大概是2000转哦，真的是可以很低哦。喂，我抓到它的那个声音。这样子的 compressor 那些你没有修过？没有。修起来应该也不贵，基本上都有大哦。那个 compressor 啊，那个 condenser 啊 ，cooling coil 都是一起修的嘛，一起换的嘛。它还便宜过 Myvi， 信不信？Camry 就知道了咯。真的，哇，120过弯。Of course， 它的这个重量分配你会觉得全部抛在一边去。它这辆车的底盘很棒，很扎实，加上它的 PCV1 有起作用，它是很重哎，讲真的，我觉得。但是如果你比起3系啊 F30啊，因为我没有驾过190嘛，F30哦，很神奇一点哦，它的车身也是这样子重，但是当你过弯的时候呢，它的重量分配的很棒哦。宝马啊，宝马就是宝马的，这辆车不差啦 ，of course， 真的是很舒服过弯。哎，Myvi。脚方面呢，虽然还没有像 W20 我的 C-Class 这样差，但是你会发现到左边这边鼓起来一块，应该是它的那个变速箱跟它的传动在这边比较占空间啊，在中间这边，所以后驱车就是通常是这样的啦哈。OK 啦，我们来到三角这边就知道就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，就是通常冲上云霄系列啦。非常感谢伟鸿这次把这辆车借给我试驾，然后我们可以让观众看到 IS250 上山。哎，我很久以前真的有试驾 IS250 的，哇，很大个洞，我靠！哇，我真的是有试驾 IS250啊，只是那时候我还很新，然后加上那个是我朋友的车，然后就是没有讲话的那一种哦，然后驾得很保守了。所以现在来到这边，终于有这个机会，可以把它开上山了。非常感谢伟鸿，哇，那个冷气够冷哦，真的。你看，只有仪式感，你知道吗？
好了，各位啊，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 ，Goodbye，IS 250哦，记得留守我的频道。